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继续上期视频的内容，聊一聊阳明心学的本质。在上期视频里，我们详细分析了中国文化在唐宋之际所面临的深层危机，以及理学家们是怎样回应这种危机的。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格物致知的手段，通过对自然景物的审美、体悟和觉察，在主观体验上将自我与天道合二为一。因此，理学家们表面上在赞美天理的无处不在，以及天地化育万物的和谐美妙，但真正的目的是要通过这种审美体验来忘却自我，否定自我，从而忘记个人的苦难和耻辱，能够精妙地顺应现实中的皇权制度。也正因为此，程朱理学走向瘫痪可以说是必然的，因为它一方面强调天理是无所不包、无处不在的，但它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却是刻板、封闭和单一的。它并没有发展出任何新的认知世界的工具，结果是它只能使人一遍遍地复述圣人之言，闭目塞听。在这种状态下，程朱理学走向阳明心学可以说是必然的。与前者相比，阳明心学看起来更加激进，更加充满玄幻神秘的色彩，但它实际上只是走向穷途末路的中国文化的一次回光返照。那这期视频我们就来揭秘这个过程。在视频开始前再说一下，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那么继续说回今天的主题，我们说理学为什么会必然走向瘫痪呢？这要从理学的基本方法，也就是格物致知说起。在理学看来，格物致知就是自觉地将自我融入到天理这个无处不在的宇宙本体之中，无限地放大了自己的心。但这其实是需要比较高超的审美能力的。理学要求个体在平凡的自然景物中也要感受到天理的运作，这种感受不是建立在理性的推演与分析，而是一种极其微妙、敏感、深刻的审美体验。比如看到一痕春水一条烟，就要感悟到宇宙的生化流转，天道的无声运行，从而忘记自我的存在。看到草木荣枯，日月推迁，就要体悟到万物流变而本体不变的奥秘。这是一种将情感知觉彻底沉浸在宇宙秩序中的深层审美。很多宋代理学家的诗词特别有一种静穆、淡泊、内敛和虚无的气质，他们的诗词跟道家、佛家的精神更为接近。那说到这里，我就想多说几句。我小时候背过许多宋词，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很多宋词的意境非常优美，而且从小读这些内容也没有让我变得更虚无和消极。这其实和每个人所处的环境有直接的关系，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语境，会让人对同样的作品可能有完全不同的体验和解读。所以大家也不需要因为我在我的视频里批评某些东西，就直接否定掉自己相应的情感。正如我们在这期视频里反复提到的，真正重要的是每个人能否通过阅读和诠释，唤起属于自己的独特体验。如果你能够从某一首诗、某一个古代的哲学概念中链接起了某些关于自我的深刻感受，那么即使你的感受和作者的本意相差很远，也完全没关系。比如，你可以从西方哲学的角度重新定义格物致知，这种个性化的诠释和解读仍然是值得被尊重的。那继续说回我们的主题，我们说，尽管理学看起来相当优美和诗意，但它更多的是一种使人忘记自我、保持精神同一性的心理按摩手段。这种方法的成本其实很高。在一个党争频繁、政治衰败的大环境下，要求一个人还能从平凡的自然景物中体悟到安定、有序、圆融的天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更重要的是，理学的这一套理论本身就存在巨大的矛盾。理学要求一个人消灭自己的人欲，融入天地万物，这看似是极大的自我膨胀，其实是一种自我消融。因为这个过程要消灭个体的一切私欲和特殊性，让自己的心完全变成一个透明的镜子，只能映照天理的光辉。然而，人的个性，或者说私心，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真正被消灭的。哪怕个体主观上想消灭自己的私心，但这种想要消灭私心的动机本身仍然是一种私心。结果是，个体越是想要试图消灭私心，反而会生产出更多的私心，于是人就进入了无休止的内耗循环。他发现自己总是肮脏的、
是不够纯洁的，因此需要永远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于是当事人就会感到持续不断的焦虑、羞愧和自责，这与文革的那种意识形态是完全相通的。由于理学本身的不自洽，因而儒家士人在天道面前仍然无法避免那种深刻的恐惧，他们并没有因为主观上融入了天理，就真的超越了一切凡人的苦恼，相反，他们陷入了更深刻的自我贬低和自我否定。宋代名臣司马光曾经是众多理学家的楷模，然而他却自称自己是愚叟，就是迂腐和平庸之人。他把愚和庸作为人格理想。在他的文集《愚书》里，他曾这样说道：有人说我的言语非常平庸，没有新意，我都承认，但是古代的天地和今天有什么区别吗？既然天地和日月都没有变化，万物的性质也没有变化，所以我们的观念为什么要改变呢？孝慈、仁义、忠信这些东西自古以来就谈论到现在，我只怕我不能平庸，平庸有什么错呢？所以世人应当以顺从的姿态侍奉上天，以谨慎的态度与人交往。天是万物的父亲，父亲的命令儿子不能违抗，君王的命令臣子也不能违抗。如果上天让你陷入困境，你非要改变，或者上天让你愚昧，但你非要变智慧，就会受到惩罚。实际上，像司马光这样自我贬低的士人还有很多。再比如南宋理学家张氏曾说：扩而至于天地变化草木波，亦无心体之本然，似乎自己的心胸可以扩张到世间万物。然而张氏将自己的家命名为困斋，自称困叟。他辩解说，不论顺境还是逆境，都是外在的东西，天理才是在我心中的，所以不论外在境遇如何，都不要忘记天理。君子就算在困境之中，不要怨天尤人，所以越是困境，越要磨砺自己的道德品行。宋代士人大量的用拙、困、庸来自称，以平庸、卑微、拙劣、困顿为美，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至高的智慧。这其实不是一种正常的心态，它只是反映了士大夫阶层在命途多舛的官场上越来越难以维持心理稳定，所以不惜崇拜困境、苦难和平庸，从受虐和屈辱中寻找到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从而暂时压制住了内心的动摇和怀疑，他不可能导向突破、探索和反思。到了明代，由于皇权专制的恶性扩张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巅峰，儒家士人的处境更加卑微和凶险，因而他们的这种自我贬低和人格危机也就进一步深化。我们来看明代大儒陈宪章的一首诗：一痕春水一条烟，画画生生个自然。七尺行区非我有，两间寒暑任推迁。可以看到，就连水和气这样如此寻常又无形的事物，都可以使儒家士人否定自己的人格，甚至连自己的七尺行区这种肉身存在都要否定掉。这反映了对自我更为彻底的剥离和溶解。两间寒暑任推迁的意思是说，不论天地间的自然如何变幻无常，我都任凭它变化，完全顺从，不试图改变，所以叫任推迁。陈宪章曾经赞扬弟子以忘己为大，以无欲为治，这种对忘己的反复强调，当然也反映了明代士人的精神危机又要强于前代，只有靠更深的融入自然物才能回避痛苦。不过更为典型的是李渔的贫贱行乐歌。我们看李渔是怎样回应生活的屈辱和落魄的。他说，穷人行乐的办法没有什么奥秘，就是要退一步。我以为我自己贫穷，世界上还有比我更贫穷的。我认为我的处境很低贱，世界上还有比我更低贱的。我觉得老婆孩子是累赘，世界上还有很多孤独的人求而不得。李渔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人露宿，被很多蚊子叮咬，但他看起来还挺快乐的，别人就不理解。他说自己当年被人陷害关进监狱，每天被锁住手脚，不能动弹。那时候叮咬自己的蚊子比现在多了，和当时相比，现在的生活可是太快乐了。所以一个人如果学会了这样看问题，那么苦海就进城乐地了。李渔的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中国社会常见的一种精神胜利法，就是通过不断的比烂、降级、变换客观标准，从而牢牢地在内心里保持一种我赢麻了的姿态。这种自我安慰的思路则又比程朱理学虚幻了无数倍。理学在消解自我的时候，至少还需要一个宏大的外在秩序，也就是将天理、宇宙、
自然作为溶解自我的场域，他们还在试图把个体生命融入一个看似恒定而普遍的法则中。李渔连这一点都放弃了，而是直接转向了自我催眠、自我安慰的状态。而这一点与王阳明的心学是相通的，尽管阳明心学看起来更加精致和巧妙。我们说，程朱理学强调通过格物致知，通过对外部自然秩序的关照和领悟，才能实现个体心灵与天理的调谐。这终究还是有一个勉强的外在标准，天理在万物中，人需要在万物之中反观和自省。而到了王阳明这里，他直接把一切外在的天理、秩序、客观世界的依据收回到人的内心。这看起来是极大地弘扬了人在思维上的能动性和自主性。我们来看王阳明的2句名言，他说：仁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王阳明直接把人的心上升到宇宙的中心地位，他不是说人的心是天的产物，而是认为天地万物不过是我的心的展开而已。这可以说是非常夸张的自我膨胀。再比如王阳明说，学者万病，指一个静字治的定，静中境界，与陆河一般大，里面空空寂寂，无一个事物，才问他所识，般般足，样样有。就是说，只要你静下来，你的内心就与陆河一般广大，所有的真理，所有的道理，都在你心中，不需要向外求。与宋代理学那种虚静恬淡、宁静淡泊的气质相比，阳明心学充满了玄幻、激烈，甚至是战斗性的表述。而下面这段话就更加魔幻了。在语录中，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敏，谁去养它高？地没有我的灵敏，谁去抚它身？鬼神没有我的灵敏，谁去辨它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了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这段话的意思非常直白，就是说天地的高深全靠我的心灵去理解赋予意义，没有我的灵明，天地鬼神也就失去了意义，甚至本身也不存在了。在以克己、谦卑、宁静为主流的中国文化里，王阳明这种热烈、亢奋和炽热的表述显得那么不同寻常。这也是阳明心学能够在当代被重新挖掘的重要原因。因为表面上看，王阳明说所有的道理都蕴含在你心中，这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柏拉图的回忆说，当他不断强调人的灵明无所不在时，这也让我们联想到我思故我在，或者人为自然立法之类的西方思想。因此，许多人很自然地认为阳明心学代表着某种自我觉醒、人格独立的浪潮，甚至认为这反映了明代有某种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但这其实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实际上，许多学说在表面都使用了一些非常自由和觉醒的概念，但当我们深入到它的概念系统里，就会发现这其实是虚假的自由。所以我们不要被表面的言辞迷惑，关键要看他是怎样论证这种自由的。那么，王阳明是怎样论证一切真理都在人的心中呢？在《传习录》中有一段他和弟子的对话，是这样说的。弟子问他，如果追求至善只需要问自己的内心，那么恐怕是不能穷尽天下的道理的。王阳明不认同，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就是说，心和理是完全统一的，天下不存在独立于心之外的事情和道理。弟子又问，孝顺父亲，忠于君主，对朋友讲信义，对民众怀有仁爱之心，这期间还是有很多道理需要不断认识的吧？王阳明说，这种说法太误导人了。如果一个人做不到忠孝仁义，难道要从别人那里求得这种道理吗？实际上，一切道理都在自己的内心，这个心没有被私欲所蒙蔽，就能达到天理了，不需要从外面添加任何知识和经验。当一个人本着这样完全合乎天理和天道的心，去侍奉父母就是孝，侍奉君王就是忠。看得出来，王阳明的核心思维其实与宋代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没有本质的区别。表面上，王阳明强调你只要回到你的本心去做事就能成功，这个本心自然就具备了一切道理，不需要向外去验证求索。然而，
这个本心的内容、良知的内容以及成功的标准，却并不是个人自己探索出来的，而是早就被圣人和君王所规定好的，也就是忠孝仁义这一套。你只有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去落实这种价值观的自由，但绝对没有反驳、怀疑、解构他们的自由。然而，这种只能贯彻落实既定价值观的自由，还能算自由吗？王阳明反复强调，忠孝仁义这些东西就在人心，不需外求。这恰恰说明他太害怕这些价值观经受现实逻辑的检验，因而只能把一切的根据都寄托在自己的主观感受上，但这又恰恰使这一套价值观更加虚幻、僵化和迂腐。面对忠孝这一套价值观的危机，他们不是去思考这种价值观本身存在的问题，而是越来越退缩防线，最后退缩到自己的主观体验内，只要感受到就是真的，完全拒绝现实检验，通过自说自话、自我催眠来维持信仰。这与基督教的发展史恰好相反。我们知道，早期的基督教哲学是强调信仰、贬低理性的。教父们认为，上帝的儿子死了，后来又复活了，正因为这是荒谬的，才是无论如何都应该相信的。后来这个观点被概括为因为荒谬，所以相信。到了经院哲学时期，安瑟尔摩就反对用信仰排斥理性的做法，他主张理性论证对于宗教信仰的意义。于是他提出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这个证明可以抽象为这样一句话：上帝是最圆满的存在，不能设想一个存在比上帝还要圆满无缺，而正因如此，上帝就不仅存在于思想中，而且在实际上也存在，否则它就不是圆满的了。所以上帝存在。这个证明虽然仔细想想是很有问题、缺乏逻辑的，但是它突破了教父哲学的那种拒绝经验和理性检验的传统，开启了理性证明的风气。到了12世纪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在欧洲复兴，基督教哲学开始大量地将希腊哲学整合到宗教信仰之中。比如托马斯·阿奎那对上帝的5个证明，就是从每个人都已知的事实出发，通过理性推理来证明上帝的存在。比如第一条证明就是，既然万物的运动总有一个他者来推动，那么必然能追溯到一个不动的存在者作为第一推动者，这就是上帝。第二条证明是，既然世界上每一个事物都有一个导致自己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原因，每个原因又都有自己的原因，那么在这个因果链条的尽头，必然有一个终极原因，也就是自为因果，这个自因就是上帝。托马斯·阿奎那的这个论证看起来就更有说服力，理论水平更高。更重要的是，他进一步确认了从理性角度证明信仰的可能性，理性和信仰不再互相排斥，而是互相和解。再比如我们在上期视频所提到17世纪欧洲的自然神论，也就是认为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但在创造后，上帝就不再干预，而是让万物按照上帝所创造的自然规律运行。人类可以通过学习、推理、演绎和实验，逐渐发现隐藏在大自然中的法则和规律。经过理性精神整合后的宗教信仰，开启了近代欧洲在所有重要领域的革命。而中国文化的发展轨迹与上述过程是截然相反的。比如，早期的儒家虽然充满了那种世俗的功利主义，但还是从实际效果出发来论证合法性的。到了程朱理学，三纲五常就被上升为渗透在万物之中的天理，不需要现实效果来证明和检验。而在阳明心学这里，天理则进一步被收缩到人的内心之中，连对宇宙万物的体悟都不需要，只去把握内心体验就好，完全拒绝外部的检验和挑战。这就让我们想到一首文革时期的火遍全国的歌曲，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词从头到尾就是不断的重复就是好啊，就是好这句空洞的口号。这种反复自我催眠的逻辑，也是对中国文化走向封闭的一个巧妙的隐喻。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就是王阳明对致良知的讨论。他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就是说，良知是内在于心本身的，不必外求，心自然就能知道。这看起来是一种主体性哲学，但接下来王阳明说，见父自然之孝，见兄自然之弟，见孺子入井自然之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原来这种良知并不是开放的、
空的，不是允许主体自己探索的，而是一套早就被预设好的道德命令和伦理规范。接着，王阳明说，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之格物之公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至则易成。这个意思是说，常人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私心障碍，所以必须用格物致知的功夫战胜私心，恢复天理，然后就能保持心的干净和纯洁，让天理充塞内心。如此，不论一个人怎么做事情，都会是符合伦理的。可是问题来了，这样的一个彻底去除私欲的人，难道不就成了一个纯粹虚假的人，成了一个木偶和傀儡了吗？王阳明虽然声称这种良知和天理人人都有，浑然天成，但如果这种良知真的那么自然，为什么还要不断地通过强力的手段去反复清除私欲呢？这说明了王阳明所说的本心和良知，其实既不纯粹也不自然，而是靠持续不断的自我打压和规训来维护的。他对主体性的歌颂，归根到底还是在一个巨大的笼子里假装自由的跳舞。阳明心学就像是在心里植入一个监控摄像头，把一切外部的伦理规范强行说成是你内心本有的良知，从而消解你反抗的可能性。于是你只能自己天天盯着自己，不断清理杂念，不断自我审判。相信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讲被讨厌的勇气的视频里，就曾经提到，岸见一郎将勇气作为他的理论的核心。他认为，你之所以不自由，不是因为环境、历史、社会结构、心理创伤，而是因为你缺乏改变的勇气。因此，幸福不取决于外部，完全取决于你此时此刻的选择。世界上没有真正压制你的人，真正限制你的只有你自己，因为你的内心本身就具备勇气。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总是给自己的软弱和怯懦找借口，找外部原因。这简直就是王阳明那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翻版。这其实是一种更加彻底、隐蔽的规训。不过，我们上面讨论的主要还是修身的部分，在对待他人和社会上，阳明心学还有某些更加危险的元素。我们下期视频会进一步讨论。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历史与社会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